here, you know my name。个个都想装熟，手人手让你很有脸。你给我是香点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说什么看什么听什么穿什么爱什么都想来指点，矜持一点。我不是你的谁那个谁，我不会让你消沉。多远一点，你不是我的谁那个谁，你的跟我不上脸。我不想跟你颠，特别上马浪费时间。给我 shut up， get up， back up before 我翻脸。胡说，他们都爱指指点点，看我就像光神灵都不远。不用你说，不用这种表演，这种表演换取你的视线。有种就不躲在屏幕后面，有错我也不会害怕道歉。我的世界已经离你太远，与你在变，红了你的双眼。再度的往后比앞서动不了我不接受，那个不能我讲嘿。你明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怎么不定时吃饭，还搞到胃痛？你身体不舒服，影响的不只是你和肚子里的孩子，还会影响到我。知道，不过我最近闻到稍微重一点的味道，我就会反胃，根本吃不下去啊。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不要那么紧张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一点。这段期间，只好忍一忍啊。要怎么忍？你现在是一个人吃2个人的分量，一定要摄取均衡的营养，你和宝宝才会健康。嗯哼。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若琪啊，你这里可以暂时让我住几天吗？你跟你房东没有签约的吗？反正我现在没有地方住，你一定要帮我。没有其他朋友吗？我所有朋友当中，你是最有同情心的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啊。你该不会让我流落街头吧？你的房东是不会无缘无故把你赶走的。你是不是欠房租啊？不是欠，只是暂时没办法给。你是高收入族群哎，你的钱跑到哪里去了？你不说的话，就不可以住在这里了。我一半的薪水卡在股票上，另外一半都拿去还卡账。还欠多少？现在的物价那么贵，我要供车子，要吃饭，要应酬，还要买日常用品，没节制。所以你是帮还是不帮啊 ？Please。反正这里还空着，让你暂时住下来不是不可以。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不要那么高兴，我是有条件的啊。没问题啊，我很愿意以身相许。我的条件就是，你要改变你的花钱观念，不可以再买名牌了。还有你这些名牌手表，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，留2只就好，其他的全都卖掉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你是八爪鱼吗？你现在这台车也卖掉吧，换台比较便宜的。还有，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，午餐的时候只可以吃经济菜饭。不可以在餐馆吃，还有，也不要随便乱请客啦。喂，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享受生活，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买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？你是要住在这里的吗？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才会说那么多的。你现在不储蓄的话，将来老了怎么办？死了不就一了百了吗？只担心你一生病但死不了。你现在开始储蓄是为了将来以防万一，知道吗？你笑什么？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，很像是老婆在管老公吗？只要你一天单身，
我就还有机会，不是吗？就如你所说的，现在开始储蓄是为了将来以防万一，多一个保障，不好吗？若曦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吗？若曦，对不起，我睡迟了，帮你弄早餐。妈咪不用了，你看，这是 Daddy 煮的，我已经吃过了，这碗是你的。这是你Daddy煮的？嗯，是不是很 surprise？ Enjoy your breakfast. Bye. Luxy 这3个月后会正式结束营业，我们要尽快找到顶替他们的新租客，绝对不能让 Greenwood Point 那3层楼空着。要找到一家跟 Luxy 一样规模的百货公司入驻，有很多细节要谈。3个月对我们来说有点太赶了。如果我们把3层楼分层出租呢？ That's a very good idea. 你们不用误会我在拍若曦的马屁，她最近真的进步很多，而且她这个提议真的非常好啊。我们可以把那3层楼分割成更小的单位，小单位通常比较容易租出去。也不是不可行，但是要在这么短时间内招到这么多商家是有一定的难度。最近有运动品牌陆续开了大型旗舰店，店内除了卖商品之外，也融合了运动空间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。我觉得若曦提议的出租方法才是最实际的。英雄所见略同啊。建廷，你觉得呢？
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喜欢上网购买运动用品，所以3层楼的运动旗舰店，我觉得不太可行。这样好了，按照惯例，你们分成2组，各自做一份详细的计划书交给我评估。我也想做一份计划书。好吧，你也做一份。好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最迟下个星期一之前呢，一定要把计划书做好。先让我确认没问题之后，我才交上去给 boss。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先让您过目呢？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当然很愿意为您效劳。毕竟，你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做企划书了吧？可能会有一点生疏。我会尽力帮你看看，顺便给你一点意见。就请您多多指教了，我会尽快做好的。哪对情侣不冷战、不吵架的？这叫做情趣。忘了，你是不可能明白的。你也应该什么筹码都没有了吧？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喂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？若琪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可以煮一点东西给我吃吗？
么样？面会不会太软了？不好吃吗？至少你愿意煮给我吃。不要跟我说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有煮过东西给你吃啊。今天早上托了别人的福，终于吃到了他亲自煮的粥。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，你再怎么想把它弄回以前的样子，都是不可能的。有些裂痕再怎么修补，始终不会消失。就算真的让你抢回来，你确定那还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最讨厌口名人的话，不过马云有句话说得真好，他说：“人生有3问，你有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放弃什么？问问你自己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而你最应该放弃的又是什么？不要让不值得的人事物占据了你的生活。先让错的人离开，对的人才有机会走进来。永熙，你就是用了那个装你为 Olivia 煮的粥，对吗？嗯。我们结婚了那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为我下厨过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吧。泰森问了我全世界最致命的假设性问题：如果你和我Olivia同时掉入海里，我会先救谁？那你怎么回答？我当时答不出来，但我现在有答案了。你会救Olivia，对吗？我会救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家人，因为你是子宁的妈妈，子宁不能没有你。那Olivia呢？我会再跳下去，尽全力去救Olivia。但如果真的救不到，我就会跟他一起离开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你还是放不下他。你愿意给我多一个机会，完全是因为子宁。你不爱我了。对不起。我抓着你不放，我们3个都痛苦。我也累了。
我成全你们。你是吓到了还是后悔了？当我知道你和 Olivia 发生关系了之后，我真的很恨他。但现在换个角度来想，我应该感激他才对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也不会踏出我的安全区，回职场工作，也不会发现，原来我还有那么一点能力。你本来就很有能力，只不过为了我和子宁放弃了事业。我们各自重新开始吧。谢谢你。做不成夫妻还是家人，对吗？妈咪，你真的没有办法跟爹地在一起了吗？对不起。你干嘛说对不起？你又没有错。我搬回来住，给了你假象，还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你还爱得你吗？我爱不爱他已经不重要了。他现在爱的人不是我，我得接受这个事实。你也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如果分开比较好，那就分开吧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懂事啊？我只要你们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就算分开了，你们还是我的爹地妈咪。现在比妈咪更懂事啦。我想过了，我要搬去跟你一起住。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宁，可能需要你暂时继续住在这里，等过一阵子我再过来接你好吗？为什么？我把房子租给了一个朋友，但是我会叫他尽快搬走的。他搬走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住了。这一次真的死心了，不后悔。我也不想放弃的。江永熙那家伙真的放不下那个女人啊！我也放不下。有时候我跟永熙在一起的时候，
脑海里就会蹦出他跟那个女人亲热的画面。有哪个女人能完完全全不介意老公有婚外情的？即使勉强留在身边，你们的世界永远多出一个影子，这样的婚姻是很难维持的。唉，如果可以早一点想通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还跑到凯翼集团去工作，把自己搞得那么累，兜了一大圈，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我不觉得是原点啊，反而是个新的开始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了。其实变成女强人也蛮好的啦，好过当黄脸婆。之前就不应该为了勇气而放弃工作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凯翼集团？我现在只想在工作上赢过那个女人。报复最好的方法不是把勇气抢回来，而是要让他们知道是他们的自私成就了我，让我成为一个独立、自主的人。这样想就对了。Cheers！ 哎，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跟永熙说拜拜，那你干脆跟那个关伟堂在一起。而且你们两个都已经同居啦。我只是暂时把我房子借给他住，好吗？孤男寡女在个空间久了，迟早会擦枪走火的哦。你真的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？两位小姐，我刚说了什么？我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还提什么关伟堂啊？认真一点可以吗？好凶哦！你变身成女强人，那我不是少了一个人陪我逛街？这位太太，你能不能有点大志啊？我的人生大志就是买东西吃东西，买东西吃东西。那时候不是跟你们说过，我跟我老公参加一个商业聚会吗？真的给我探听到一个好消息哦。什么？这么神秘啊！你们记不记得 K 省这个大集团？我记得，韩国大型超市很好逛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他们好像在几年前已经离开新加坡市场了。听说他们打算回归新加坡市场。哎 ，boss 啊，早，早，早。风水轮流转。早安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这只是追求你的第一步，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惊喜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哇！你不要开玩笑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擦出火花？保密功夫做得真好。难怪最近你跟他走得这么近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哦，伟堂是一只蓝筹股，值得投资的。钟哥，你别给他压力，万一追不到，我为你试问啊。哦，还没有正式在一起，你就处处护着他，伟堂看不出你是这样的男人哦。伟堂是出了名的 gentleman， 对每个女生都很好的，更何况是他喜欢的女生。我不管啦，你们两个不要整天在我面前亲亲我亲亲我就可以啦。这个老女人的话，你不要听太多，她是酸葡萄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追女孩子的高手，要不要我过两招给你啊？怎么样？方便的时候再谈啊 ，OK。刚才谢谢你了。那束花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我送东西给你，你为什么要还我钱？你好心帮我解围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，我没有理由要你出钱啊。
花是我真心要送你的，刚才和大家说的那些话也是认真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知道，朋友嘛，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也要尊重我的决定。总之，我会一直追你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不要阻止我。说不定我很快就会放弃了，你就趁现在好好享受被追求的感觉吧。Cheers。这次回来新加坡，打算待几天呢？短期内应该会留在新加坡。是不是为了筹备 K-Sion 的开幕啊？我这次只是陪艾迪回来而已，公司的事情我已经很少过问了。最近我们公司旗下的 Greenwood Point 有一个 tenant 刚好退租，3层楼，黄金位置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做 K-Sion 回归新加坡的第一间旗舰店。这些事情你还是直接跟艾迪说吧，毕竟他才是亚太区的 CEO。好啊，我找 Eddie 聊。相信大家对 K-Sion 并不陌生，最近他们有计划重新进入新加坡市场，我打算说服他们租下 Luxy 的3层楼单位。这么巧，若琪正好也有这个想法。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们连计划书都做好了。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们是在抄袭你吧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让你过目。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做运动品牌旗舰店的吗？我改变主意了。K-Sion 要进军新加坡这个消息，也是这2天才公布的。既然我们的计划书已经做好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做回你的运动品牌旗舰店的计划书吧。同一个计划书，大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角度。公平竞争是好事的。这2个女人抢我老公抢 project， 真没有想到这2个女人的口味这么接近，都不知道说他们的眼光好还是不好。那你们要选哪一边哈？你选哪一边？或者我应该说，你选大片的还是选小片的？其实大小没关系，西瓜要选甜的，靠山要选稳的。勇者，整个凯翼集团最有胆识的人，非你莫属。你又听到什么闲言闲语了？谣言说你公开追求若琪，真的假的？那不是谣言，那是真的。还听说你正式和 Oliver 开战，也是真的喽？所以嘛，说你是勇者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，追求老板的前妻，又和他的现任杠上，你勇者无惧呀。若琪条件那么好 ，boss 不要是他的损失。至于跟 Oliver 竞争，也不是故意针对他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毕竟机会来到眼前，总不能眼睁睁让他溜走吧。原来你野心这么大啊！有大洋房让你住，难道你还想住木板屋？有道理。其实啊，我是很愿意看见你们的部门全力重组的，毕竟有竞争才有进步，要不然一潭死水很不健康。加油哦！相信 CEO 也是乐见其成的。大小姐，你又弄错了。这个文件你改了3次还在错。对不起啊。你到底有没有拿你的心出来做工的？交代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没有一件是做好的。马上帮我修改，明天我要看到，知道吗？哦。不要再弄错了。哦。
你没事吧？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他骂，习惯了。若琪，你还要继续加班啊？是啊。在赶 K 生的企划书？你那么投入工作，是为了逃避感情的问题吧？我只想看看自己的实力能到哪里，不想当一枚可有可无的小螺丝。有位作者说过，女人如果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感，就会想要在工作上寻求安慰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其实婚姻跟职场是一样的，只有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才不会被取代。若琪，我有办法帮你拿到 K 生的合约。好了好了，来尝尝我的豪华版快熟面。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哪里会夸张？趁热吃吧，开动！真的很香哎。好喝。哦 ，Jess 跟我说，他有办法帮我约到 K 生的 CEO。他认识 K 生的 CEO？他没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感觉他挺有把握的，还说会陪我去见他。需要我陪你们一起去吗？不用啦，我想靠我自己的实力拿下这个案子。再说，我也不想别人一直说我是靠你的。我们是同一组的，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。就放手让我试一试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需要帮忙随时通知我。这是我们5年租约的方案，头半年租金减半。K 生开张的时候，我们商场也会全面配合，帮助你们举办一系列的活动。至于 PR 方面，你可以放心，我保证一定能做到非常到位。其他细节，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谈。Eddie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尽管提出来，我帮你解决。Olivia， 你是 Sophie 的好朋友，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K 生曾经在新加坡失败过一次，现在重新进军市场，各方面呢都要更加的谨慎。我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，你的计划也不差，不过我想先跟其他公司见面，再做决定。明白。我也不希望你是因为 Sophie 的关系才想跟我合作。哦，我还有多一组人要见，先失陪了。保持联络，有空一起吃饭。
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凯翼集团的唐若琪。好久不见。坐吧。OK， 你们的 proposal 呢，是在那么多 proposal 当中我最喜欢的，不管是理念和想法，都跟我想要的非常的接近。但是还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解决。希望会有好消息。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合作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聚聚吧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是真心想要跟我合作吗？当然，不然我怎么会找你啊？我有办法帮你拿到 Cation 的合约。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 Cation 集团，当时他们还没有退出新加坡市场。那个时候的 CEO 是 Eddie 的妻子 Sophie Chen， 我是 Eddie 的私人助理，跟他算是有一点交情。那你对他的喜好应该挺清楚的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对我们做计划书是挺有帮助的。所以，我们算是正式合作了。合作愉快。你跟 Eddie Fong 的关系不止上司下属那么简单。看来我的演技还是不够好。Cation 集团那边有回复了，他们选择入驻 Greenwood Point。那 boss， 那他们选了谁的 proposal？ 他们选择若琪和伟堂的 proposal。哇！哎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是马后炮。其实我一早就看好你们的。恭喜，谢谢。恭喜！你们2个要请客哦。嘿嘿嘿嘿，还有，董事会对你们这次的表现非常满意，所以升职加薪。恭喜你们！哇！过几天 HR 会发个 email 正式通知你们。要请吃大餐哦！一定会的 ，boss。就他们2个人升职。嗯。你们最近应该有听到关于 Cation 的一些消息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的收购计划，尤其是一些桃色新闻。原来若琪跟伟堂能够拿到合约，是 Jess 牺牲自己换来的。Jess 不是自愿的，伟堂根本就是一个巴巴桑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下属，太过分了。走吧，在赶工之前，我们先去吃一顿好的来慰劳自己。今天的午餐我请。哦，是不是吃什么都可以 ？Of course。我要吃 omakase。哎，只要你请客，我什么都 OK。附近的食阁有家新的虾面店，听说挺好吃的，我们去试试看吧。走吧。走吧。